毕业后你打算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无论说你是博士毕业、研究生毕业、本科还是高中肄业，那我就是不可能说我现在想像马思唯或者说一些 rap 一样，毕业了我想去夜店打碟，这个学历它好像也超了。就是你可能投个简历还会说你 overqualified。overqualified。那这样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好像博士读下来还不如你高中肄业呢，对吧？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青年就业率的统计里面，博士毕业跟高中肄业哪个的贡献率会更高一点？又或者说，可能在这个青年就业统计里面，就是博士可能就没有被算在里面，因为可能会有些人，大部分人吧，也不是说大部分人吧，就是有些人你博士读完，可能你这个青年就已经出走了嘛，就是你直接毕业出来，你就已经是一个中登啊或者老登的年纪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可以去鼓励65岁以上的退休人口吧，也不说再就业，机会要留给年轻人嘛，对吧？那你就可以鼓励65岁或者是临退休的，就是爸爸妈妈们可能去深造，再读个博。那爸爸妈妈他有事儿干嘛？然后你可能爸爸妈妈有导师来治理他们，诸大陪伴。那这样你可能就是家庭矛盾、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的矛盾可能也会少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失为一个更加促进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一个方式。那从这个点来说，可能读博它并不利于青年就业，但是它可以促进社会和家庭的和谐。那我本人的情况呢，当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说这个浪子。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我歇着，我暂时什么都不干。包括是在我答辩完的当天，就有一个导师他问我，那现在答辩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想做什么？然后那我的回答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就说我休息。对，这个时候就不敢使用说这个浪的了。总的来说的话，我这样的回复就是想要避免剩余的压榨，我就想把我读博期间被剥夺掉的时间，然后还给我自己。我就说我非常享受我现在脑袋空空，一天到晚我什么事都不干的感觉。我说其实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它才会有新的东西进来。然后那个老师就还蛮肯定的点点头，他说that's ne jamais vite il y a toujours un truc。其实我们的大脑是很难被完全放空的，你总是会有什么事情你惦记着。实际上来说 ，Gland 无所事事，它是一件很难实践的事情，就没有人真的能够做到无所事事。你如果真的做到无所事事，那你就是属于禅修级别的，就是大佬嘛，就是你是大师，你是大师傅。怎么说？本人其实是比较抗拒别人对于我的这种投射，因为当我被问你毕业了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他们自己处在一种巨大的就是找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焦虑，然后他要把这种就是焦虑要投射在我们身上，去形成一个焦虑的共鸣，然后这样我们才会是好朋友，对不对？就是你看，我现在失业，我找不到工作，然后你刚毕业了，你和我一样，你也找不到工作，对吧？那这样我们就拉到手，大家都是好朋友，对吧？我们都找不到工作。就这样子。但是，一旦你说，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找工作，我想休息，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对你投来就是很嫉妒的目光。但人只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嫉妒，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欲望和嫉妒。当我说着 g a 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是 v ma v，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在过我的生活。那但是如果我直接回复说我过我的生活，这个其实很难被理解。人家就问什么叫做你过你的生活？那我们大家不是每天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吗？其实我对于这点我是比较存疑的，就像我前面也有讲，我当时选择读博，可能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其实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哪怕我自己也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想清楚生活中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大部分人的生活，根据我一个小小的观察，要么是可能跟随着一个社会习性的规律，一种约定俗成的活法嘛。你读书，你不读书，你以后就找不到工作。可能当时他们没有想到，即使你读完书吧，你读到博士，你依然是找不到工作。然后你
读了书，你毕了业，你就要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呢，你就需要去结婚，要去生孩子，然后以此循环往复，然后你再开启下一个模拟人生给你的下一代。这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可能会基于一个你所在的环境的压力，那这种压力它有可能是来源于父母那一辈，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就是你的同龄人、同代人的这种压力。当所有人都在问你，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你工作了吗？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这种无形的外界的压力和对比，它其实会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你自己的一个决策里。你会觉得，哎，大家都在工作，那我是不是也要去找个工作？其实从这个点出发，你就进入了一个称之为攀比的游戏。大家对于你的判断，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 if or not 的计算机那个图，是你先进入一点，登录，我要参战，我要加入这个游戏。那大家第一个关心你是不是有工作和无业。那你比如说你在第一个步骤你就把自己放在无业这个地方，那你就直接 game over， 你就被淘汰了，在这个攀比的游戏里面。那你点我要参战，我也加入工作党，对吧？那我就是有工作。好，那这个时候攀比游戏才真正开始了。你可能跟朋友聚会啊，或者见朋友就开始了。你在做什么工作呀？那你这个工作又开始分3、6、9等，对吧？那比如说你是销售，那你可能你就在第9等。那如果你是医生或者律师，那教师现在也不算第3等嘛，也是属于六等了，对吧？但你是教授，可能是另当别论。然后又开始职业之间的对比。职业的对比之后呢，那就是工资收入的对比，就这样一环一环的比下去，然后比到最后，也比不完吧，那就下次聚会我们再聊吧。那就是基于这种我想要加入你们的社交游戏，那我就要去找一个工作，对吧？但是这种攀比它其实是一种无硝烟无止境的攀比，你会比学校，比你的绩点，比工作，比收入，完了以后你还要比小孩儿，对吧？你小孩怎么样呀？就是上哪个学校呀，成绩怎么样？然后你的剩余的自我的价值就是在这种攀比之后剩下的。再说回工作吧，就是工作对于我来说，它只有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功能，那就是赚钱。那在什么情况下我需要赚钱呢？那就是我缺钱，我没有钱的情况下，那我就会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觉得这里需要区分一个点，就是你工作它并不意味着你能够发财致富，尤其是打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作，如果是通过打工的话，其实是赚不到什么大钱的，能做的也就是维持你当下的生活。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这种东西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缺钱的话，就是你为什么不试着让自己的生活停一下呢？尤其是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刚刚结束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非常繁重的项目之后，我觉得人都是需要这种短暂的一个休息，再去重新启动。就是你 gap 一下，你 gap 1年、几个月或者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一个让身心恢复健康、身心愉悦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在现在当下这种高速轮转呀、非常快节奏的生活或工作环境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这个它其实是非常符合大自然人体学，万事万物都需要休息。动物需要冬眠，植物也会在秋冬凋零，在春夏的季节重新绽放。那人也是一样的，人也需要休息。就好比说你去健身房健身，你肌肉撕裂，你在做工完了以后，在什么情况下你的肌肉会成长的？那其实也是在休息。你如果只做工不休息的话，你的整个系统，然后身体其实你就会崩溃掉。但是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他会把自己所有的可选项目，反而会选择把自己休息的时间压榨到最低，因为这个是在他们生命中面对无数不可控，或者你把自己的选择权就是过度给了别人，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你唯一可以掌控在自己手里，你唯一可控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你看起来它是可控的，但是它的结果其实到最后反而是最不可控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我觉得我的健康和我的时间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而且它是真的买不来的，尤其是以大部分人的财力。那我为什么要把它就是廉价的出租呢？而不把它花在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我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或许可能我现在做的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它没有价值，
每个人对于价值的坐标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可是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至少你在做的时候你是感到一个全面的身心愉悦的，那又何乐而不为呢？gap 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我们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非常的勤奋，有时候有点过于的勤奋，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忘了一些老祖宗的美好的习性。我们有什么一些比较美好的习性？比如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讲究的就是修行嘛。这个 gap 它虽然是一个外来词汇，那我们要热爱国货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音译一下，还是 gap。它其实是允许你把本身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的一个夺回。想想你的人生有多少的时间和精力你是在做一个外界的，那你把你的时间外界之后的回报，你又获得了多少呢？你停一下，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的周遭，你喜欢你现在的环境吗？你喜欢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吗？你是否从你现在的所有的这一切，你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身心上的愉悦呢？那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开心的人，你有钱也好，你没钱也好，其实你都可以过得很开心。其次，如果这种开心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开心，我觉得会更好一点。我个人会把会让我开心的事情用内啡肽式的开心和多巴胺式的开心做一个区分。那我本人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能给我带来持续性的内啡肽式的开心。那什么是内啡肽的开心？我会把它想象成为是一种我可以持续去做一些事情。简单来讲，吃饭、喝水、呼吸、睡觉，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你非常自然的，你不会觉得困难的一些事情。我其实现在就非常享受我博士论文提交完以后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时常早上或者是下午我去健身房，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我现在的生活跟模特老了以后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我现在就是还没有锻炼出来人家的那种身材，但是我不用就是挤上下班的那个高峰，我不用挤地铁，对吧？然后你这个时间点你去健身房又没有什么人，你还不用就是等气一些。那模特老了他能做什么呢？那模特老了就是什么都不做呀，就是休息，就是生活。那你每天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还不用上下班，高峰挤地铁。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生活简直太美好了。然后你就会重新爱上生活，爱上你自己，因为是你自己赋予你这样的权利去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人生是不需要把未来的压力前置的，尤其是在当下已经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压力是除了攀比以外的另外一个万恶之源。今天就先想到哪聊到哪吧，学海无涯，你可以先 gap 1年再学，钱是赚不完的，你也可以先 gap 1年再赚。最后回归本期视频的标题，你的人生或许并不需要你马不停蹄的努力。朋友们歇一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